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打开此视频的你，从此以后交易一定会有所改变。我承诺不会浪费你的宝贵时间。那么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盘面。午间行情的时候，我说这个地方如果能踩住，我们可以短止损开多。目前它往上拱了一点，然后还在这儿纠缠啊。然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在这个地方短止损我们不能设得太短啊，因为它纠缠的时候容易把止损打掉，然后再反弹。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开止损的话，小时线为例，我们止损位应该至少放在这个位置51500以下 Coinbase 基准啊，或者是再长一点51400以下，然后我们博的是突破啊，或者是等站上来以后我们短止损开多。还有一个就是它回跌的可能啊，回跌的话我们还是要等到彻底破了这个位置，然后再追上去。还有一个就是需要看波动形态，目前看这个有点不太好分辨啊，我们需要等一下，它也许还有可能什么做一个顶部的头肩底，相对顶部的头肩底，然后再向上来一次，都有可能啊，这都是可能性，所以千万不要着急，一定要等待这个时机，然后尽可能更好的进场时机再开单。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空仓观望的状态啊，一定要学会等。现货跟合约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现货你在底部可以持有，包括你目前要进场的话也可以持有一定的百分比，但绝对不能高仓位啊，太高比重的仓位的话就很难有退守的这个防守。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你还要追加投入，所以刚开始一定要定好你的投资金额，定好以后就根据这个投资金额去分配你的仓位啊。以后我会在陆续我的视频当中把这些详细的案例分享给大家啊，然后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订阅一下，一定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那好，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明天开始我可能会停更大概1个星期啊，需要出差。那这个时候我会在我的社区会留这样的图，分析完行情以后会留这样的图，我今天晚上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上图，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的频道社区里头看啊。然后今天晚上聊点什么？聊点很重要的啊，也是这个当口必须要过的。之前我们聊了海曼明斯基模型，然后还聊了我们怎么去应对这种市场的情绪。然后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安德烈科斯托兰尼，来自匈牙利的股神啊，已经去世了，不在人世。但是我认为他给我们当今后来者交易的朋友留下的宝贵遗产是远高于巴菲特的啊。实际上巴菲特给我们的这个所谓宝贵的知识财富，也就是什么：1守住本金，2守住本金，第3坚决执行第1跟第2。无非说白了，巴菲特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一句话，就是风险管理，守住本金。但科斯托兰尼不是啊，科斯托兰尼是依据市场的情绪，然后人们自己的这个人性，然后剖析了整个资本市场跟人们的行为惯性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把成交量机构跟散户的状态描写的非常详尽啊，而且到现在
无论是哪个投资标的，你都会发现什么非常受用啊。那我们简单看一下，我起了个标题就是什么方向原来就是个圈啊。然后科斯托兰尼怎么讲？这个就是一个鸡蛋，因为始终在转圈嘛。然后我这个浅色的背景，这个我是根据18年到2020年期间的比特币来当做基础，然后把这个一个圈不同的阶段局面6个局面给它放到这上边啊，比较贴切啊。那我们先看一下 A1 盘整阶段，成交量低迷，价格波动不大，市场参与度差，媒体报道悲观为主，黄金、房地产上涨，机构主力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悄悄建仓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买入的阶段。然后第2个阶段，成交量、价格逐步上升，机构跟散户市场参与度同步上升，伴随着阶段性调整，然后机构主力滚仓加仓啊。然后这个时候也是这边图有点太暗了看不清，实际上它是同伴着什么？没有那么大成交量，基本上都是相对高位的时候会放量，其他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缩量上涨啊。然后 A3 顶部阶段，成交量暴增，价格大起大落，也就是猴市啊。开户量剧增，大量新人入场，媒体大肆报道相关信息，到处都是赚了钱的喜讯，连隔壁王大妈都开始跟你谈论投资，争相购买主流投资品种，机构主力实际上是静静的在出货啊。也就是说，在上窜下跳的过程当中，已经在完成换手。那到了这个区域开始会经常同伴什么基准利率的多次调整啊。实际上这边已经到了什么卖出的阶段啊。然后 B1 阶段，成交量开始下降，顶部放了量嘛，然后成交量开始下降，价格开始下跌，有阶段性小反弹，也就是 A、B 的反弹啊，或者是这儿小的 ABC 反弹 ，ABC 再下跌，但是这种反弹往往都伴着什么？还会觉得上涨的这种情绪去争相恐后，他还是会去买啊。说白了，这个时候机构已经是跟散户在不断的换筹码，换散户手中的钱，然后把推高的这个标的物卖给散户啊。市场参与度逐步减少，新人进场渐渐减少，参与者情绪开始紧张，稍有成交量就引起下跌。机构主力出货基本上完毕了 B1 阶段。按理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啊？我们应该现金持有，这边已经开始要准备离场，紧跟随行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啊。然后 B2 主跌阶段啊，成交量剧增，价格加速下跌，少有新人进场，市场情绪极度紧张，机构主力观望，逢低开始少量的建场啊，因为这边已经是急速的加速下跌瀑布，逢低可以试水啊，我们散户也一样，可以悄悄的一点一点的可以分批建仓。然后 B3 超跌阶段，成交量暴增，价格暴跌，再无新人进场，市场情绪极度恐慌，到处充斥着悲观情绪，新人散户相继割肉离场，机构主力低价扫货啊。实际上这个时候是绝佳的投资机会啊。就比如说这个位置就是
2020年新冠爆发3月10几号，大概爆发以后的一段时间，比特币一度跌到3800附近啊，但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不敢参与啊，没能敢参与，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就又有流动性政策放水，货币宽松政策就出来了啊，然后降准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这个市场就是什么样，一直就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转圈啊。然后美联储呢也是根据这个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的金融市场的环境去调节这个货币政策，各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但是全球经济中心在美国美联储，所以说各个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是紧跟着美联储的动向去调节各个国家自己的这个财政政策。所以说我们宏观上这些东西只是有个大概的了解就可以了。比如说比特币涨了一整年，前年跌了一整年，然后涨了一整年，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像样的回调。我说的像样的回调就是至少要超过 25% 的这种回调，因为历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很正常的，尤其是目前有这个减半行情，减半之前一般都是有剧烈的波动。还有一个是今天早晨我说的这个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奥本聪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比特币创始人？3月中旬英国法院会宣判。还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 FTX 的债权人，这个债权14亿，目前说多少的都有啊，大概都是10亿美金以上。然后人家到底是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比特币价格去赔付，还是根据当时比特币15000到19000的价格去赔付，这些债权人都有各自的道理啊，所以很难说这个市场会怎么波动。所以大家一定要管理好风险，然后成交量的很多误区，典型的就是什么，成交量跟上了才能涨上去，这是最蠢的一句话啊。成交量放量只有顶部跟底部是什么，要翻转的信号是最强烈的啊。然后在中途非常有短暂的时期是什么，量价齐升，其他的时候都是缩量上涨为主啊。然后还有下跌的时候，你缩量下行的行情是最可怕的，这种行情反而怎么样，放量暴跌的这种往往都会给出来微反。所以大家对这个成交量千万要根据这个实盘多多的去体验，然后多看一看历史的 K 线数据，这样的话以便应对未来的行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方向一定不要执着， K 线分析没有对错，只是可能性，我们按照未来的可能性，在相对好的位置，也就是止损点好的位置，盈亏比好的位置去做单，给了我运气好就吃，没给我就止损离场，一直循环下去，你就会一定稳定盈利啊。那好，今天就聊到这儿，祝大家交易顺利。